贝卡，贝卡丘，贝卡丘。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同样的，因为粉丝要求，咱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武藏手里最厉害的6只神奇宝贝吧。武藏收服神奇宝贝的方式非常简单粗暴，他扔出去的球自带大师球效果，都不需要战斗，直接就能收服。这里卡皮君就不禁想吐槽一下了，你收服神奇宝贝的方式这么 bug， 还干嘛要用违法手段来捉那些稀有的神奇宝贝啊？直接扔球啊，那样小智货都不能说啥了。当然，我这里说的是野生的稀有神奇宝贝，而不是别人的神奇宝贝。好了，咱们回归正题。第6名阿伯怪，阿伯怪是武藏收服的第1只神奇宝贝，所以在武藏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。在神奇宝贝无印中，他基本上每一集都会登场，但是每次让他上场，基本上都是被虐得半死。有个时候我都很心疼他。在神奇宝贝 A 基里，阿伯怪和双纳瓦斯一起被武藏和小次郎放生了，当时放生的场景非常感人。由于上回我已经说了，所以这里我就不再赚大家的眼泪了。第5名饭食蛇，当时武藏刚刚放生阿伯怪，所以急需补充战斗力，饭食蛇就刚好出现了。武藏收服它的过程非常好笑，当时由于饭食蛇不小心咬掉了武藏的头发，所以直接导致了武藏怨恨之力的爆发，连续使出必杀的疯狂乱抓和百万对飞腿，直接让饭食蛇丧失了战斗能力。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小钻和喵喵在旁边吓得直哆嗦。卡皮君不禁想，如果武藏在小智火面前爆发出这股力量的话，那就非常有看头了，嘿嘿嘿。第4名毒粉蝶，本来武藏是想收服狩猎蜂蝶的，但是阴差阳错，自己收服的刺猬虫最终进化型却是毒粉蝶。喵喵和小次郎本来都以为武藏会很崩溃，没想到武藏却觉得毒粉蝶还要漂亮一些。这里就不吐槽武藏独特的审美观了。毒粉蝶是武藏在神奇宝贝 A 级里的主力，武藏带他参加过多场华丽大赛，他也帮助武藏获得过断代勋章。可是，在神奇宝贝 DP 里，由于毒粉蝶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伴侣，所以武藏只好忍痛将他放生了，甚至还将他的神奇宝贝球给踩碎了。他离开的时候，武藏笑着祝福他一定要幸福啊。第3名南瓜怪人，南瓜怪人是武藏在神奇宝贝 XY 里的主力，刚开始他还是一只南瓜精。武藏的这只南瓜精比较特殊，它属于体型最大的那种。后来因为武藏和他闹了一点矛盾，所以武藏将他和别人的神奇宝贝进行了交换。可是没想到交换之后，南瓜精就进化了，对方就突然不想要了。武藏这时候就非常生气，痛斥他们自己的南瓜怪人是多么的好，你们不要是多么的没眼光。于是武藏又把南瓜怪人换了回来，他们俩之间的羁绊也因此加深了。第2名果然翁，果然翁是除了喵喵之外陪伴在武藏身边最久的神奇宝贝了。虽然他不会主动攻击别人，但是智商却很高，可以凭借自己的想法使出绝招。没办法，谁叫武藏的智商那么感人呢？所以只有靠自己。果然翁以前一直在对战中打酱油，直到在神奇宝贝第5部里，武藏才终于懂得利用果然翁来对付皮卡丘的10万伏特。至于果然翁反弹神兽的光荣战绩，卡皮君上次已经说了，所以这里就不再讲了，就简单说一下果然翁曾经的一段恋爱经历吧。果然翁曾经对一只奇鲁莉安一见钟情，直接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了一朵花就表白了，真是一点都不含糊。后来武藏抓住了这只奇鲁莉安，果然翁为了他，生平第1次背叛武藏，也是生平第1次主动攻击，一招就把铁笼子给打破了。小镇都直呼好惊人的力量，由此可见果神的称号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第1名迷你 Q， 卡皮君要重点说一下武藏的这只神奇宝贝，没看过神奇宝贝日月的可能还根本不知道这号神奇宝贝的存在。迷你 Q 刚登场的时候，由于外形酷似皮卡丘，所以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，之后又因为他强大的实力吸了不少粉，可以说他是武藏至今为止收服过的实力最强的神奇宝贝了。小只的皮卡丘和他打起来根本占不到什么便宜。另外武藏收服他的方式也比较艰辛，用了很多的普通神奇宝贝球都不能收服他，最后还是用小次郎的豪华球收服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现在武藏已经可以和迷你 Q 使出贼招式了，皮卡丘在日后要对付他可以说更加艰难了。那么你们觉得武藏手里最厉害的6只神奇宝贝是哪些呢？好了，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收藏，咱们下期见。